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Async Talk 是一档外部开发以及 AI 相关的播客节目，我是 Async Talk 主办拿塔。今天想跟大家来去聊一下 JavaScript 的一个 runtime 叫 Bound。那其实，在最初 Async Talk 就已经聊过这个项目了。那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以为 Node 作为唯一的 Node 生态的时候，它横空出世，它很大程度上挑战了 Node 的生态，把 Node 在当时看来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进取的项目，就显得顽固或者老登化。那帮它自诩为是说一个现代化的 JavaScript 的工具链。那其实经过了目前几年的发展，其实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最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玩具项目，一个搞笑项目，所以最开始其实只是写了一些 Hello World 草草了事，就没有真的很去关注它。但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非常的让人震撼，就是 Anthropic 去把 Bound 给收购了，这点让人不得不对 Bound 这个 runtime 去尊重起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Anthropic 可能是目前最火的 AI 公司了。所以其实最近因为 Anthropic 的关系，我无论是在工作以及个人的项目中，都开始去尝试说拿 Bound 来去做 runtime。那先直接说结论，对于我来说，我到今天2026年4月这个时间节点来说，我仍然认为 Bound 它不够成熟，因为我有2个项目，其实 Bound 的这个 runtime 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支持，即使它的 marketing 相关的一些说辞说得很漂亮，但它仍然没办法让我真实的在我的项目中来去使用。那我们还是先从 Bound 的一些优势来去开始说起。这里是 Bound 的官网，那它在这边声明它一个非常大的宣传点就是它的性能，它的性能可以在这边看到去 bundle 10000个 React components， 它的时间是最短的。它没有 TR Webpack， 是因为 Webpack 可能实在是太慢了。还有比如说 HTTP Server 以及像是 DB 的一些操作，还有像是 WebSocket 的一些操作，这个 Bound 的吞吐量都是最高的。Bound 一直声明说它是一个非常快的 JavaScript 的一个 runtime。下面其实也有一些说它是可以用来去替代Node.js， 它可以去替代 npm 和 vtest 以及 Vite。这宣传语的东西太多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来看。我这边拿 Cloud 来去总结了一下，它去声明说它的这个启动速度会有 4.6 倍的一个提升，效率安装相对于 npm 它是一个6到9倍的提升。那它的 memory 的使用量会减小很多，大概有 26%， 以及 Node API 的一个支持到 95%到98%的样子。其实有时候就比如说新项目或者 CLI 的工具，以及一些 serverless 或者说高性能的一些 API， 或者说简单的工具链，你可以尝试来用 Bound 来去做。那对于像一些有非常大的过去的 Node 代码，还是认为在 Node 上面比较合适，或者说有一些 native add-ons， 以及有非常深的 Node 的底层依赖的这个方面，最好是待在 Node 这个环境里边。当然，它还有关于 Deno 相关的一些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截图来直接看一下。但是关于我自己说的一点，我这边目前有2个项目，一个项目是关于 WebSocket 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刚大家其实可以在 Bound 官网里边有看到它的 WebSocket 它的性能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没办法去拿 Bound 来去直接对包含有 WebSocket 的 Node 项目做一个打包，是因为我们在去调用 Bound build 这条命令的时候，我们如果里边有 WebSocket 的相关的内容，我们需要去把它作为一个 external 来去构建出来，而不能说直接靠 Bound build 来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在一开始我因为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花了很久时间去调试，最后才意识到说，原来是 Bound 的 WebSocket 的相关的实现有些问题，它需要去调用 Node 的版本的 WebSocket 的实现。这点其实挺让人受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 WebSocket 它至少能起来，它至少说你把它 external 掉，它至少还能运行。运行起来看起来还不错，当然我没有去真的去拉那个 benchmark 来去看它对应的数据了，目前看起来工作的还可以。那第2点它让我不能用的地方就是说我有一个 Next.js 的一个 server 项目，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这边是有支持 Next.js， 但是对于我一个 Next.js 项目来说，它没有办法支持，因为当我去把它迁移到 Bound 之后，我把它真的去部署到我的服务器上，我发现是没办法访问的。那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 JavaScript。因为我的 server 是在 Cloudflare 后面的，那 Cloudflare 它是支持 HTTP3 的。我后来就发现说 Bound 对于 HTTP3 的一些协议的支持并不是很友好，它会导致 JavaScript 一直 stuck 在那里，它没办法去正常的去 serve JavaScript 的这个文件，所以就导致了这个问题。所以 Bound 看起来很美好 ，Anthropic 收购之后，我们也可以认为说 Bound 它有一个很好的支持，以及
看起来可能更加明亮的未来，它比单人要做，肯定是要有更好的一些支持了。但就我在2020年4月份的尝试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去选择帮作为 runtime 的时候，仍然要谨慎一些。那当然 Cloud Code 是拿帮来去做 runtime 的，所以有这么一个明星项目的支持，我认为它去用来写 CLI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完全可以拿它来去试一试。但是对于其他项目，比如说 HTTP3相关的一些支持，或者说 WebSocket 的支持，我其实目前来说还是抱有一些怀疑的态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但是可能还是要谨慎一些。OK， 以上就是今天 Async Talk 的内容，大家可以去在下面的评论区来去看一下你对于 Bang 这个 runtime 的一些看法，那以及你们是不是真的有去把 Bang 用在生产环境的一个项目？那它是否真的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性能提升，以及这么好的 Node 兼容度？OK，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